上一期我们就讲到了非常多的那些观众的留言嘛，然后很多都非常有高能量所以这一期的话还是继续我们之前的5月6号的那一期，你为何总感到焦虑？只需了解这个真相。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位观众叫做他是叫做什么来着？哦，对，冰岛古树繁体字的。他说你们提到了一个观点，人类无法从这个三维世界的境界中获得真正的快乐。我认为，除非和造物主一起合一。然后后面夸我们的那半句我就不说了哈。对，喂，没有了吗？然后对，没有了呀。好吧，那我还是说了，他说，但 UP 主视频中提到了 UP 主和朋友们的境界已经堪比神明。这是他说的，就是开玩笑。我们修行的根本就是在于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一点克拉克的话他也提到了，所以说真的相当于另一个版本的我的这个嘴替但是人家已经成佛了嘛，得向他学习。对，他就是说其实一切的向上提升的根本的动力就是源于我们对于现阶段的这种不满足不圆满的感觉，我们就不停的去往上去追求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这种地球上大家都是有一种很低的归属感，或者说很短暂的幸福感，我们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所有的这种快乐呀都是极其的稍纵即逝的这种感觉很短暂的是这样的。其实比如说吃东西的快乐就是那短暂的几秒钟，对吧？然后其他的快乐也都是这样的，音乐呀、影视啊、娱乐呀、游戏啊，带给我们的快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因为这些不满足，我们会去向上去追求更长久永恒的满足所以就会去修行，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到很多修行的前辈，那他们可以在比如说禅定的状态下可以体验几个小时的这种满足感喜悦感所以说就让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和目标吧，让我们有动力继续往前走然后去达到跟他们一样的境界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每个人修行其实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喜悦快乐和幸福对，其实就是喜悦和幸福吧。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嘛，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酸它随时都在腐蚀，它随时都需要东西给它塞进去，就是人你永远都会需要1日3餐嘛。然后这还只是那个肚子口腹之欲的那个其中，然后剩下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就是你要维持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肉体你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就会有不断的会有对于外界输入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呼吸然后阳光、空气、水，对，是的，所以这就导致只要是说有这一个肉体，那就永远都不能满足，而且其实你要说就算有人很年轻很漂亮他是明星，他是偶像，那也有衰老的那一天，而且他也有上厕所的时候，对吧？对所以就是他也大家都是一要经历这副臭皮些人生所有的这些麻烦的让人讨厌的这些吃喝拉撒这些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反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活法，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生命可以去体验包括很多人是经历了人生重大的挫折绝望之后，然后去突然就有一点觉悟的感觉，就是说一定会有更好的出路和活法，然后他就比如说就与神对话了，比如说就突然怎么样就接触到高龄上师了，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才突发性的觉醒，或者像是顿悟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是彻底的对我们人世间的这一些遭遇感到失望和绝望换句话说，他其实就是对于自我的这个身份和角色感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放弃了就是有一种厌离感就是对我维护我这个角色的一系列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感到了一种厌烦，然后开始去思考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那他就接触了很多这种心灵啊、精神方面的一些资料，他就知道了啊，原来身体并不是我们的真相，它只是一个障碍或者说是工具。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身体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嘛，所以就比如说颈椎疼，所以就是有一位观众，当然他非常好心的，叫做菊妹菊妹，然后他就说记得博主多次提到这个颈椎疼当然我看一下，我刚刚不小心点到另外一个视频里面去，你也等我。我说吧，我看到了啊，因为你发给我嘛他说是多数人的通病嘛，然后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2公分的枕头，或者是这种毛巾之类的，然后放到我们的脖子下面然后去枕着头用，颈椎会呈现比较微微弯曲的这种姿势，然后就是相当于是拉伸嘛，然后严重的人的话要1-2个月能康复，这是一种就是牵引拉伸的方式。那这个网上我也看到过。第二个方法就是用揉搓呀，或者用艾条去艾灸我们的一些大椎穴、风池穴、肩颈穴，给这些穴位进行一些疏通按摩相当于也是中医的一些方法让我们保持健康。对，然后我个人就是颈椎疼，后来我就意识到，就是因为我用电脑的那个桌子，它其实是只有餐桌的高度，所以每次其实都是情不自禁的那个低着头嘛。结果我换了一个更高的桌子之后，马上就好就好很多了。对，脖子就是怕长时间的低头，就是一定要增加它的活动量让它多动多活动，增加血液循环。然后一个姿势不要做太久，最好弄一个闹钟，半个小时就起来活动几分钟，就强制性的去活动，要不然身体在高度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是会忽视掉身体的感受的。对，身体的话它就会就相当于总是保持一个姿势，所以那一块就会有很多一些蛋白给它堆积那就是那个叫什么中医里面所说的那个什么气血不通气血不通，但是你要用那个现代医学的说法，其实就是蛋白它都气滞血然后对，所以就是除了身体会生病以外精神也会有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嘛。然后我们有一位叫做Tracy Tracy，他是一位年轻的一位观众他说到了，他说我在睡梦中扒了撒旦的皮，他幻化成我的亲人接近我看到了他烧焦的身体，因为那段时间老是梦见这个亲人，于是我就想起佛说的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修习佛法可以破魔相，我此生愿意为利他而活，活出自己的神性。就是他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愿意为利他而活，然后活出自己的神性。那其实他也就讲出了神性的一些特点嘛，就是一些爱的一些特点，爱的本质就是肯定是要利他的嘛，大家都是一体的嘛，你祝福他人实际上就是等于在祝福自己。那就是上师经常会提到这个观点，就是当你在祝福他人的时候，你就是在祝福你自己，当你祝福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祝福他人。所以当你真宽恕他人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宽恕你自己的罪疚内心的罪疚感。所以当你把别人全部宽恕掉之后，你自己内心的罪疚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得到了极乐，得到了永恒的喜乐。而且我要剧透一点，就是大家总觉得说把自己的小我化解之后有什么好处吗？其实除了心理上的平安和快乐之外呢，耶稣他明确的表达了说，上师明确的表达了说，当我们的小我完全消失之后，破除掉之后，化解掉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是不会有痛感或者说痛觉痛苦的，这个是没有的。对，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对，就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危险但是你偶尔的时候你会
你会遇到有一些能量稍微低一些的人吗？就像我上一次就是这5月6号的那期视频里面讲到了土耳其，我在土耳其遇到的那位，就是相当于他那天自己掉了有一块那个擦板嘛，我好心给他捡起来，然后他就直接强制的，哎你过来我帮你擦鞋，我感谢你不要，就后来找我收钱，要我给20块钱，但是我兜里只有5块钱，我就给了他5块钱，结果他直接一口老痰吐过来，吐到我包上了，然后我拿张纸把它擦干净，然后把那纸扔了。就是所以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有一位澳大利亚的，是就是一位白人，一位大妈，她真的是很耐心的，就直接去看我们英文字幕，一直看到结尾。她就是说嘛，她留言，当然我是翻译成中文嘛，她说天哪，在异国他乡被这样大吼大叫，真的是令人害怕，尤其是你已经给了他一个合理的全球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比土耳其的那个市场价可能低了那么一点点吧，因为土耳其它物价其实比北京可能是中国的2倍那么高，但它购买力没有中国那么高他说在故事的结尾时，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故意掉东西让你捡起来的，好吸引你的注意，然后坚持要擦你的鞋他居然吐口水，太恶心了。我们往往是环境的产物，但如果环境是负面的，我们有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更好的人。他说的非常好，就人是有主动性的，其实不要一味的去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我生长的环境是没有人让我去学习这些灵性或者佛学的，这些都是你自愿去学习的，不是别人逼的。对，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不过呢就是怎么说呢？环境它对人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在离开了之后呢，就不要总是说去抱怨那个环境的负面就像你上次说的，你说我讨厌一个人，怎么每天老是说逮到一个人，新认识一个人都跟说我讨厌的那个，或者说那个负面的事情，这个我以前就是那样子的状态，对，就所以后来我听到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太有同感了。你就是包括老外他也说你如果不喜欢那个人，为什么你把他放到你最珍贵的地方？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内心嘛，为什么天天心里面放不下他，把他天天惦记在挂在心上面？对，所以就是后来就是那位澳大利亚的那位老太太，她也说，她说也不是澳大利亚的大妈嘛，她也说，她说说这是很不错的那个视频，就是我们也说到了那个银行掌控着世界嘛，偷偷的通过各种储蓄法案而无中生有的赚钱，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通货膨胀吧。他没钱的话，他会多印一些钱嘛？但我说的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它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装了一个米袋子，但是那个米袋子它破一个洞，它可能随时的话就是，就是那个米会往外头漏，这也是相当于那个中产阶级他，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吧，就是相当于被动的，去为某一些就是在所谓的财富金字塔顶尖的人被他们来创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你是说控制的体系对我们的影响能不能去对抗吗？或者说怎么去解决呀？对，就是解决方法，因为真相的话，就是上一次跟 Neil 也说了嘛，他说首先我们要有勇气知道这个真相，但知道了真相之后就不要再天天就是想着他的不好，因为想着他的不好的也是相当于来增强他的那个能量嘛。对，我们要想办法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回归内心的平静，内心的那种幸福与喜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相信它是有这个体系的，然后我觉得有这个体系也很正常嘛，因为地球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课题和艰难的一个环境，那我们选择来这儿的话，也就是想挑战这种研究生等级的课程嘛，对不对？本身也不是学级别的课题，所以说你想去把这个东西扭转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然后说如何去改善的话，我觉得就是那如果说你是一只蚂蚁，然后有人要踩死你的话，你觉得你如何去改善呢？改善不了而且有一种说法，他说有2种说法，第一种如果根据佛的说法，那肯定是那只蚂蚁它上辈子欠下了什么因果，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像是说我们去走路的时候，你可能随机选择去走这一片草地，然后随机踩了那一只小草。那对于小草的话，我们就无缘无故的被踩了，那么其实也不需要，没有任何原因，就直接它只是往下一个概过下去就行了。对，小我的对，肉就是一个概率的游戏。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大家不如去选择接受吧，不要去用负面的方式去对待负面，要用正面的方式去对待负面。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阴暗的东西，你也知道它是负能量，那么你想去化解它的话，实际你也只能用正能量的东西去化解它。但是本质上呢，其实并不会去真正的化解它，只是化解了它对你的影响而已。而影响不是实质的，不是你真的能让你的金钱不贬值，你的财富不缩水，这个是做不到的。只能做到的是，你因为金钱的贬值、财富的缩水，而没有影响到你的幸福、平安和喜悦。说白了，就还是一个心灵的法则。那么如果说的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大家会小看这个东西，觉得那我改变的只是一个心态而已，那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心态才是一切的根本问题。因为比如说真宽恕的真实利益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你的股票贬值了，你的财富缩水了，你如果用负面的心态去面对的话，那么大概率你会损失更多。但是如果你用真宽恕的方式，你用比较灵性的心态，你用太傻天书的那种方式，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蚂蚁的战争，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有很强的抽离感，从高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财富，觉得跟别人的财富损失其实也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那是你的，你格外的在意，格外的恐惧而。那么你看透这一切之后呢，你可能就宽恕了，你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应激的过激的行为，你就顺其自然了。那么可能你会损失的相比其他更恐惧的人最后来看的话是更少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损失利益之后就想办法去补救。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个电视剧看到的，就是那个人的创业失败了，损失了几十万，他的补救方式是拿自己仅有的50万存款去投资一个能够套到大饼的那种项目，然后结果这50万全部消失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剧本太熟悉了，这就是普通人的做法呀。当你遇到了一个痛苦的事情，我们会选择用痛苦的方式去对待，那不好意思，痛苦加痛苦得到一个双重痛苦。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假的？我其实有无数的例子，我也不想举太多，身边的朋友也有，然后电视上的一些剧情也有。其实人世间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当你遇到一个负面的事情，或者一个让你愤怒的事情，有一部电影演的也是，它有一个金句，就是3个广告牌嘛，那个电影它叫做用愤怒去对待愤怒，只能得到更多的愤怒，得不到别的。剧情演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别人伤害了他，他去伤害别人，然后他得到了更大的伤害，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有负面的集团去操控你，去伤害你，那其实你就是这个负能量到你这个就是到此为止，就到你这里就停掉，其实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如果你顺着这个负面，你继续负面，你变得更加的不理智，更加的这种愤怒，那你做出来的行为大概率也只会更加的伤害到你。也就是说，全球金融风暴没有伤到你，人民币贬值没有真正破坏你的财富，是你自己的不理智的疯狂的行为会毁掉你自己。对，就是用愤怒来验证愤怒，只会得到更大的愤怒。这个有一个典故嘛，是讲到了当年就是唐朝的时候，有大臣去建议唐太宗，他说你可以就是假装发怒，你对着手下所有的大臣，你说你要去劳民伤财，去盖一个豪华宫殿，然后你再来去测试有什么大臣真的是说在你盛怒的情况下他还敢直言不讳，那才是真正的忠良。就后来唐太宗他说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了只会还是谎言。对，所以他说我不搞这一套，我就用真诚，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说负面的东西能保护你自己，或者说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其实负面的东西，往往它带来的效果也是负面的哦。也就是说，你用火去灭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没有智慧的哦。你应该用一个相反的东西去中和它，也有可能才有一定的疗效。如果说你遭遇了不公平，遭遇了委屈，遭遇了这种利益的损失，其实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让本来是这么大的问题变得更加的巨大，或者说就是外在的世界有外在的世界的规则、概率和它的这种，对吧？阴晴起伏，它的像天气一样的变化，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稳定，内核的稳定，才是真正的能把握的，或者说不去额外伤害自己的一个前提哦。否则就会因为说外在天气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好，天有不测风云，自己给自己吓死了。这种情况也是天煞天书不是总是这么讲吗？本来事儿不大，但是你对它这件事情对你激发的恐惧，把你自己给毁灭了。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怎么说呢？有事儿就解决嘛，没事儿的时候就平静。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价值观很重要，我总是想去，跟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去对抗。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那么在意金钱，真的不要去那么在意，因为那么在意也不会让每一个人变得更拥有金钱，或者说更有财富。过度的在意只会让我们，就是说被金钱这个东西去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幸福。然后呢，你也不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金钱。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因为你一旦有了金钱上的损失，你就会变得心态很不好，很恐惧，那么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一些事情，反而进一步让你的财产变得更加的少。比如说就是说举的那个例子，你的事业失败了，你损失金钱了，这个做生意赔钱，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很正常，对吧？没有常胜将军在商业上、商场上失败了是正常的，但是你去想着通过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想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你去买彩票，你去赌博，你去投资一个300%、200%的收益，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自作自受。但是我们不能怪这个当事人，因为他太恐惧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这个损失。实际上这一切的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他有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呢？他把钱看的是第一位的。对对，实际上钱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爱才是最真的。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说完全很极端的，像有一些人他就是也不工作啊，然后就专门去搞灵性灵修啊，然后就之前我听说的，就在国内有的城市嘛，就是那边他们有的女性嘛，40岁出头，然后就是相当于没有老公，就未婚无子无女无车无房然后每天去跟着那个上师去学，然后那上师多大了？89年出生的，就是一位藏族的一位，就是可能是什么格举派，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位上师。然后他讲的那道理，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就是我们要向善啊，作恶是不对的，向善是好的。然后那他钱从哪里来？就从他父母那里来。他就是他，包括他说，你需要钱的时候，上师会给你的，不是上师，佛会给你的。我们只用祷告，神会给我们的。我觉得这种极端的状态，它是一种逃避。还有那个就是，然后你前面还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要以德报怨。但孔子他反驳嘛，他说就是如果是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我们就是对我们坏的人都那么好，那真正遇到对我们好的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只是说一个相反的观点嘛。就是你前者的那个你说是逃避的那个人，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他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是啊，依赖谁也好，或者他选择是做寄生的状态、寄生虫的状态也好，这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当事者的话，对吧？他没有依赖到你的身上，或者寄生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太多的立场去评判他的。你觉得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从道理上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做的不太道德。明明是有手有脚有劳动能力的，为什么要去依赖父母啃老呢？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互相之间都是自愿的，对吧？然后也是人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去评判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立场的，是这样的。因为可能类似的别人去评判你的时候，你也会很难接受，对不对？你会觉得这跟你有关系吗？你去评判我的生活方式。对对对，就是还是有一些边界感，而且我们毕竟不是他本人，那你就有立场了。嗯，比如说他影响到你了，他天天来跟你借钱，天天来跟你怎么样，那你可以去，对吧？因为你是当事者了，你可以去做出一个评判，你说啊，我觉得你这个生活方式不对，应该去改变，怎么样。但如果说就是一个毫不相关的人，我们也要去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对对。然后你第二个说的那个是以德报怨的这个事情，对，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了嘛。以德报怨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他的境界境界在那里，并不是说逻辑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生境界我能做到以德报怨，这是我的境界，是我的层次，我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你要说唯一的道理呢，就是那我是属灵的，我和神是怎么说是一样的思维体系，所以说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是以德去回报你，这只能说这代表我的境界。对，其实也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软弱，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忍让的时候，有一个小我的心理总是会觉得啊，这是不是软弱啊？我是不是就是我是不是太无能了呀？但是如果你是出于恐惧的话，其实就是软弱。你如果是不敢的话，其实就是软弱但是软弱这个也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这种东西会伤害到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一切讨论的前提都是以心灵的平安、心灵的这种幸福快乐为前提。我们怎么做去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的感受到更好，而不是说心里的感受是不好的，然后去服务其他的方面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那么在乎金钱？那金钱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物质提升，生活非常的丰富，对吧？非常的精彩，但是前提就是说你的心灵得是快乐的呀，你不能说只有物质的富足，但是你的内心感受实际是很糟糕的。那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它就是说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因为人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物质。对，所以就是就是有一位观众嘛，他叫做 Edison 刘他在我们就是在4月30号从我在印度上学的经历聊到灵性的升华的那一期里面，他就说到了嘛，他说很有趣的对话，感谢分享。在生活的过程中就会体验到人生是一场梦，正如《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呀，非常好啊，《金刚经》就是真的是永恒的这个经典，凡所有相皆虚妄嘛，就一句话道出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成佛的关键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只要去想起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虚妄嘛，你就给自己的心灵留了一个空间，就没有那么痛苦，因为都不是真实的。你好也好，不好也好，别人夸你也好，批评你也好，你拥有的这些财富成就越多越好还是越少，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短暂的，很虚妄的，而且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你的感受而服务的，而存在的。对，所以就是在
金刚经》里面它有一个小小的练习的法门嘛，就是比如当我们对于某一样东西、某一个名词感觉很烦恼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对印度人这个词，我感到很困惑，因为就是像有的人他一提到印度人，他会想到啊，那就是那些喝恒河水长大的那些很脏的印度人，贫民窟，然后甚至说有些做外贸的嘛，啊、他会想的，一提到印度人就会想到的是那些就是不付尾款的那些骗子那些奸商但是我提到印度人呢，我可能想到我大学同学，我关系都很好啊，也没有发现那些事情，而且看到他们也很努力的，他们也是就是 IT 的，相当于那些精英吧，高级工程师，所以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这是印度人，这不是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印度人的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印度人，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语言的限制，然后定义了有这么一个有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的概念，但是其实这都是外界定义出来，我们都是地球人。然后其实这个印度人的这3个字的概念就是不存在的，对。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人嘛，不是人。对呀，我想到了《红楼梦》里面的不是人，我们根本就不是人呐，我们不是人类呀，对不对？我们是灵性啊，我们是灵魂。那也不错嘛，也比你认为你就是一个人类要强得多嘛。因为你认为你是一个人类，所以你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和焦虑嘛，就是认知的障碍嘛。我们就认为我们就是这具肉体，那你这糟糕了，这个前提就是一切的痛苦的根源啊。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本质并不是人，而是灵魂，所以有一位观众嘛，叫做 CL Neo，CLL这位观众他说，谈到灵魂不灭，当然我再读一遍嘛，谈到灵魂不灭，但人口数又多了，那灵魂从何而来？来的地方多了，在3界内的灵魂都是不断轮回的。对于地球来说，人是多了，但有些动物绝种了。地狱人多了，天界人少了，不是只看地球的总人口数，地球比如一间旅馆，可能这个月住客多了，下个月又少了，并不能用来推敲总人口多了或者少了。他纠结这个数量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心灵只有一个，然后它是状似分裂成了无数个，所以说他探讨这个数量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说佛有多少个是无数个，你说心灵，你说这个众生有多少也是无数的，但是本质上都是一个。对，所以说具体多少数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你只需要真相，知道真相就是说心灵只有一个就可以了，它是状似分裂成了无数个，本质上都是一个。对。所以其实包括数学微积分里面他有说到，他说就是那个如果说你无穷大加1也是无穷大，无穷大加无穷大也是无穷大，但是无穷大除以无穷大的话，当然我也不想纠结，它里面要分情况讨论了。对，然后就是我们在那一期也提到了说那个就是做各种运动嘛，因为太傻天书里面他提到了，就是他说最好就是一般灵性高的人他喜欢做那种就是比如说马拉松啊。登山呀，你是自己跟自己的内心而战斗，而不想搞那种就是会有胜负的一些运动，就是竞争性比较强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位观众叫做等我看一下，叫德培林，他说有胜负的各种运动，达到巅峰的人物也是各种超越自我吧，他说其实也不是像太傻天书里面说的，就是那种有胜负的运动就是错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的人，他内心里实际上也没有对手的概念了吧，他一直是在跟自己在挑战自我吧。对，这个都这个也不用纠结，这个都就是太细节的一些东西了啊。太傻天书只是说，那这一类的人他可能更喜欢是自己一个人去这个深入的去了解自己，进入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内在的世界，而不是过度的去追求外在的这种镜子的这种反射，这种认可呀，或者说赞扬啊，或者说输赢啊，
它只是把它的能量收回来了而已。他强调的是这一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同的，都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就是我看到就是这位观众他下头有好几条留言，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嘛。有一位叫做罗英的观众，他说自明性就是那个百害不侵的那个自明性，你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自是自我的自，明是光明的明。那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灵性的意思，就是换了个词而已。对，就是中文叫灵性，英文叫 spirit。然后你要非得音译过来就是斯别瑞特也可以。对，也不需要了。对，纠结这些字眼其实毫无意义啊。对，他说不是嘲这个观众毫无意义，就是说他学的那个体系叫的这个名字而已。实际上大家讲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对，上师也讲，其实能量其实也是气，气也是能量。我们之前也讲过，那天我听上师讲，就是重听那个靠背娑婆嘛，他就讲到，实际气和能量就是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对，所以后面他也说他也支持我们，说我们这是很好的评论嘛，他说我们这是很好的视频嘛。对，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观众嘛，他在我们视频里面。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精神是自由的，你的内在是无法真正被外边所超越的。就是他看到的那句话，就是他很有共鸣嘛。他说宇宙自身亦有自由意志，就是相当于世界和人的这个肉身也是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因为可能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盖亚灵体，或者宇宙自身也有某种自由意志。对，然后他后面也说了，他说，这个叫什么？人兮本源，绝对是被哇，他是用文言文还是用什么东西？有点就是叫还有一多他说人兮本源，绝对是被控制兮，因为语类除了造物本尊无以外，皆被造之。端因圣主无者，其大无外。其小无类，然后这个繁体字我不认识，意什么开元师崇光是矣。对，我待会儿发给你微信。对，就是他这个反正有点难以理解吧，他可能也是好多的东西混在了一起啊。一方面说人类是被控制的，一方面又说人类是可以超越这种控制的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不同的角度去论述真理而已。当我们不是很在意这个控制的时候，实际也就控制不了你太多了。对，就相当于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高考这件事情，它控制了非常多的人，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被高考控制住了。但是你不是很在意高考的时候，它就控制不了你。其实所谓的控制体系就是这么回事儿。不在意高考，那不是考那种大专吗？当然好啊，包括就是小我用身体在控制灵性，控制心灵。那么当你不是那么在意身体的时候，那它也就控制不了你什么了。所以说你不畏惧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恐惧就拿你没有办法。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去探讨这一点吧。你不要去害怕控制你的东西，实际你比他厉害。当你不在意他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了你。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就是爱尔兰的一个中世纪的典故嘛，但是我们下期可以接着来聊。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